RTX 4080已经发售1周多了，但这张智商检测卡并没有起到缓解货源的作用，反而让4090成为了首屈一指的旗舰性价比卡，越来越受欢迎。我都觉得这是老黄的阴谋。同时，4070钛也有了价格方面的消息，中关村在线表示，该卡起售价可能为7199，甚至更低。那赶紧随着个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显卡市场吧。4080在各位眼中想必都是一张智商检测卡，30%的性能提升搭配90%的价格增长，这么普通却这么自信。但首发时黄牛仍然是把它当做了稀世珍宝一样疯狂加价。不过发售不到10天，各大黄牛们已经感觉到绝望了。就以美国的购物平台 eBay 为例，4080平均溢价已经达到了30%，导致平均每天只售出8张，且自发布以来一直有所下降。这比溢价更为离谱的4090销量还要低，大概卖出3张4090才有1张4080。最搞笑的是，随着 RTX 4080的发布，旗舰级的4090似乎越来越有性价比，越来越受欢迎，甚至还有些小涨，包括国内也是同样的情况。这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有没有可能是老黄的阴谋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而之前被喷到砍掉的 RTX 4080 12GB， 我们也介绍过，其大概率将会修改成 RTX 4070钛，并且于明年1月4日的 CES 2023上亮相。目前根据中关村最新的消息透露， RTX 4070钛的国内起售价为7199或者更低，那么很可能就是899美元。如果价格没错的话，应该就是专门对标 AMD RX 7900XT 了。皆表示 RTX 4070钛的规格和 RTX 4080 12GB 会完全一致，满血的 AD104 核心，7680个CUDA 核心，2.6 赫兹的加速频率，192 bit 的 12GB 及 DDR6X 显存，285瓦的功耗。各位对于这张卡有没有兴趣呢？307挖矿，407溢价，感觉如今的显卡市场在日渐萎靡，特别是独立显卡。根据权威数据统计机构 JPR 公布的2022年第3季度的数据报告，按理说第3季度应该是显卡市场的旺季。回顾过往10年，平均涨幅都达到了 5.3%， 但 Q3 季度全球显卡市场出货量仅有7550万，环比下降了 10.3%， 同比下降了 25.1%。号称是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最大的一次降幅，其中桌面端 GPU 出货量减少了 15.43%， 移动端更是暴跌了 30%， 同样是13年以来最惨的一次大衰退。其中独立显卡市场 Q3 季度的出货量只有1400万，相比去年同期的2400万下降了约 42%， 相比上季度的1900万也减少了约 26%。 其中桌面端独显本季度出货量约700万，占总数的一半，而上个季度有1000万，去年同期更是1300万，如今几乎是拦腰斩断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等等党的力量吗？笔记本也就是移动端独立显卡的出货量同样为700万，上季度有860万，去年同期有1160万，同期相比一样是大幅下降。市场份额上 ，NVIDIA 目前占据了整个独显市场的 88%， 同比增长了 5%， 环比增长了 8%， 这都快要垄断了。AMD 却一路下滑，从去年 Q3 的 17%跌至了今年 Q2 的 15%， 现如今已经只有 8%了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 AMDS 吗？苏妈终究还是错付了。英特尔则在夹缝中求生，今年第2季度占了 5%， 第3季度占了 4%。目前的桌面端独显市场上 ，NV、AMD 和英特尔3家分别占了 86%、10%和 4%， 笔记本独显则分别是 90%、5%和 5%。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最近几年的显卡市场出货量趋势。在12年往前都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，直到12年后才开始走下坡趋势。而在前2年内有个离谱的峰值，想必大家也都猜到了原因，矿潮。现在就属于是透支过度猛然下降，又回到了当年的颓势，这可都是矿老板们的杰作。GRP 预测，桌面端的独立显卡在今明2年内仍然会持续萎靡疲软，可能要到2024年才开始慢慢恢复并缓慢回升。移动端独显还要更离谱一些。总而言之，这2年的显卡市场会持续走下坡路，而作为玩家的我们，还是选择自己的需求就好。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、更新、更快、更全的硬件消息，记得关注超级课，我是给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